原神萌系必须知道的资源管理。随着世界等级的提高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挂傻？那就让机器看看你有没有合理分配资源培养角色。原神前中期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，如果不合理规划，很容易成为痛苦号。提奇告诉你，主力输出角色一定要优先获得资源，等级、武器、天赋都要优先升级，与他配对的角色也要适当给予资源。而那些与你目前配对无关的不太强力的角色，可以只拉到20级领取1颗相遇之源。如果实在喜欢他，以后培养也不迟。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，45级之前千万不能用掉太多的脆弱数值，一定要留着45级之后刷取圣遗物，这是让你伤害产生质变的关键。好了，再次检查一遍琪琪说到的，你有没有做到呢？做好这些，你的号就不会成为痛苦号了。要谢谢琪琪吗？海哥，黄金双宝面板，金2绿剑3套，不到满命，天赋拉满。准毕业小草神4星专武4草套，攻击杯灵命，天赋拉满。80级阿忍大板砖，圣遗物2+2，2命，天赋拉满。满命毕业行秋，保证开出大招就行了。狗脸渡雷神5星武器，毕业圣遗物灵命，天赋拉满。满命毕业大香菱，有一种原生态的美。无敌的火身不需要强化圣遗物。黄金双宝毕业蓝29级系风弓，天赋拉满灵命。接下来就看七七的下饭操作吧。配置确实有点低，第一件没打满，所以换上了毕业1+1大斗子、血牛眼神和满命修哥。
是个纯肉装，灌伤害就行了。just wanna run. I'm out here all alone. I try to call your house, can't reach you on the phone. I'll gather up the nerve, I'm packing up my bag. It's more than you deserve. Don't treat me like a drag. I'm feeling like I keep on talking. I'm repeating myself, my words lost all meaning. 海菊先往对面跑，让三指孙子走到一起。然后就是正常输出，注意走位躲伤害，孙子伤害很高。I predict your move. I think I know you better than you do. I'm sick of feeling cheap, cheated and abused. Sick of losing sleep, thinking about you. 四大天王，地狱绘图，稍不注意就会暴毙。利用大招无敌阵躲避槟榔，后面注意走位输出。Run because they're chasing me down. I just wanna run, throw it away. Run before it finds me out. I just wanna run. I just wanna run. Throw it away. 塑料铁也是个肉装，注意循环输出就行了，断重能会很难受。雷神重击范围大，适合破野。三剑鬼，开局往左边跑，让冰剑鬼不乱冲刺。然后追着风和修面3点一线输出，注意卡无敌阵躲伤害就行了。以上全为直播实况，给七七点个关注嘛！不讲废话，全程干货，学会这几个人人都能学会的手法，让你手上的黎明莱欧保底提升30%的输出。首先，我们都知道莱欧斯妮的1轮战绩可以打出4轮完整的普攻，10级普攻总倍率2680，比同是战绩启动普攻输出的萧弓倍率确实要高不少。但由于莱欧的普攻遵循计时器挂兵，会在普攻1、4段打出融化，而恰巧这2段是倍率比较低的，按照正常的流程输出，总感觉伤害不太够。有没有办法修改普攻融化的段数呢？当然有，我之前就讲过一遍，现在再讲一遍。
只需要在开启战绩之前先普攻一下，然后就是正常输出。可以看到融化的段数变成了3、5段，正好是倍率最高的2段。通过这个手法还是能获得一定提升的，而这个差距会随着你练度的提升越来越大。正当我以为这样 LO 的输出就能非常高时，总感觉还差点意思。于是我将目光移到了重击上，重击属于独立附着，可以做到100%的融化，而且我还惊喜的发现 LO 拥有全角色名列前茅的重击倍率。尝试过各种衔接重击的输出方式，我最终发现 3A 重是输出效率最高且最合理的方式，舍弃掉前后摇严重的4、5段，保留出拳迅速的前3段，甚至同时保留了第3段普攻的融化率。3次显量被动也刚好点满猎人套，能够满 buff 打出后续的重击。在不考虑强化重击的情况下，实战通过卡肉一轮战绩是刚好能够打出6次 3A 重的。一切都是那么天衣无缝，莱欧和3是真的有缘啊！他是枫丹的第3位 UP 角色，日配声优配过3乔，不愧是叫莱欧 3。而这个时候总倍率来到了惊人的 3696.6%， 相比之前的无脑普攻，倍率提升高达 37%， 且拥有更快的出伤速度，这还是在没有考虑强化重击的情况下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大部分角色的关键命中提升也就 20-30%， 而莱欧斯利仅仅靠手法就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提升，操作难度相对也不高，只需要稍微提升一下熟练度。因为实战会有卡肉，所以我推荐大家在蒙德城的这个火把练习手感，稍微练几分钟就能投入实战了。但是呢，这里可能会有人问，我一轮打出6个重击，体力条件低了怎么办？确实，6轮重击后，如果期间没有打出任何一个不消耗体力的强化重击，莱欧此时的体力条是见底的，可能会面临和低命胡桃一样缺少体力闪避伤害或者追击敌人的窘境。那么还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其实到这里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一下。我前面讲到了2种手法，一种是通过调整计时器使倍率高的普攻打出融化，而另一种则是通过频繁的重击提高打桩输出。如果把这2种输出方式结合，第一轮普攻打完，最后再接上一个重击，后续就是正常的 3A 重。注意，这里怪物头上的火消失了，我们可以通过打出第4段普攻，再次挂上火，后续就是正常的输出。可以发现伤害依旧很高，而且打完之后还有剩余的体力。再一次发现新大陆，这一套连招的总倍率高达 3380.1， 相比 3A 重虽然低了一点，但换来了更高的容错率。这样一来，通过我的研究，莱欧拥有3套拳法。第一套入门级别，通过调整节奏，让更高倍率的拳头打出融化。第二套属于进阶级别，通过消耗体力来提升出拳速度，且拳法更加凌厉。第3套结合1、2套，适当减少攻击性，换取追击、闪躲的体力，战斗中更加灵活。那么整个队伍的操作手法，库马好兄弟给我披上战衣，小草神为擂台打好聚光灯，班尼特点赞建造擂台，最后拳击手上场与敌人展开搏斗。这样一来，仅2金的融化队拥有了同级别的顶级打桩输出。什么？你说这伤害太低了？拳击手好像忘记带拳套了。そして、やれやれ。至于深渊实战，大家可以去看这个视频。不可否认，这个配对缺陷还是有不少，但不要忘记，莱欧最擅长的就是依靠多样的配对解决各种问题。一眼看去，配对繁多且成本较低，玩法多样的同时强度也合格。只可惜前一个卡池的水龙王太过于耀眼，只能说如果你喜欢操作，莱欧是一个可以通过手法大幅度提高输出上限的角色，且越玩越上瘾。最后，希望我这个视频能帮到各位，莱欧这个角色各方面都值得我去深究，所以带来了这期视频。如果能帮到你，也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一个3连。那好吧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
雨描きがたし、みんながそばにいてくれるわ。熱々でしょ。話が通じないならオラオラ歌よ西となれ。この件はわかるかい。みんなは俺が守る。話が通じないならただ言ってください。さあそれさゆるかせ料理の時間だ。雨描きがたし、はい。みんながそばにいてくれるわ。逃げるな。さあオラオラそれさあ五感奥義、この件はわかるか。恐れなくていいさ。すぐに向き合うんだ。さあ全力攻撃。少しいいかい。それさあどれ五感奥義、雨描きがたし、みんなは俺が守る。燃えろ。話が通じないなら言ってください。それ歌よ西となれ。この件はわかる。みんながそばにいてくれるわ。始めよう。ほら燃えろ。雨描きがたし、歌よ西となれ。みんながそばにいてくれるわ。師匠の技を食らいなさい。グオパー五感奥義、全力攻撃だ。はい。この件はわかるか。話が通じないなら少しいいかい。料理の時間だよ。さゆるか。みんなは俺が守る。せい。はっ。雨描きがたし、はい。くらえ。逃げるな。さあさあ聞こえたわ。グオパー歌よ西となれ。はい。全力攻撃だ。くらえ。師匠の技を食らいなさい。それそれやさあさゆるか。雨描きがたし、この件、みんなは俺が守れ。燃え。話が通じないなら恐れなくていいさ。すぐに向き合うんだ。踊らせてしまった。それ五感奥義、くらえ。料理の時間だよ。動くべきだ。全力攻撃だ。燃えろ。師匠の技を食らいなさい。少しいいかい。グオパー五感奥義、この件はわかるかい。全力攻撃だ。燃え。師匠の技を食らいなさい。焦る。少しいいかい。さあオラオラそれさあ料理の時間だよ。歌よ西となれ。雨描きがたし、みんながそばにいてくれるわ。
オラオラいやさあ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ベニ萧公、神子、万叶、海森，你会选择抽谁呢？七七带你分析 3.7 版本卡池的4名角色，先看大多数人会选择的下班卡池。万叶，不用七七多说了，数不尽的优点，平地巨怪，高额增伤，配对多样，无论是深渊还是大世界，拥有万叶就能获得丝滑的体验。无论你的配对需不需要万叶的加入，七七的建议是最好抽一只。再看海哥，虽然光速复刻，但我相信海哥的实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。自从上线就一直是深渊使用率第1的主力输出角色，海哥可以说是最完美的前台输出角色了。前台挂草效率极高，出生速度快，灵活度高，持续输出能力也很强，相对来说养成成本很低，上可纯计划暴力输出，下可作为种子发射器安稳战场。而且海哥的核心机制与草反应息息相关，属于环境适应能力最强的角色之一。抽一只海哥给草型9当驾驶员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再看上半8重神子，虽然初登场时风评很差，但须弥版本已经让小狐狸翻身了。现在的神子还是有抽取价值的，退可化身雷炮塔，与前台草系协同输出，进可亲子战场打超计划、超绽放。总之，如果你抽了神子，是不会亏的。最后说一下萧公，这位更是重量级，第一位拥有传说任务第2章的非神明角色。萧公姐姐只打高3局，但是强度方面嘛，萧公唯一的优势就是对单比较强烈，但他是极致对单，而不是对单极致。其他方面缺点有点多。第一，爆火效率低，破盾以及蒸发效率很一般。第二，非常依赖护盾等抗打断效果，输出被打断非常难受。第三，机制极其割裂，大招意义不明，而部分天赋和命座却强调大招的重要性。目前看来，萧公仅推荐真爱玩家抽取，为了强度同期角色有更好的选择。七七总结一下，总体来说卡池质量很棒，抽取建议以及优先级是这样的。七七帮到大家了吗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《七大罪》这个动漫哦？前一阵子我刚一口气追完4季，突然发现原作手游国服上线了，我正好是兴致最高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下载过来，并打算自始至终不氪金，也就是零氪。我想试试零氪在这个游戏能不能获得好的体验呢？那好，新游戏启动。这个游戏的核心玩法是回合制卡牌类的，操作很简单，主要讲的是战术和阵容搭配。每个上场的角色都有2种类型的卡牌，每种卡牌功能也有区别，大致分为进攻、增益、减益以及反制等几种类型。相同的卡牌碰到一起还会进行融合进化，最高强化至3星。战斗中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能量，买能量的时候即可发动毁天灭地的大招。你看这个人的大招真的是压迫感十足啊！再跟着剧情走一下，剧情也是相当的还原，沉浸感十足。过主现实简直就是看番的享受。当然这个游戏也离不开抽卡，获取新角色最快的办法就是抽卡，福利也是相当的不错。我这才玩了没多久，很快就攒了10抽。抽卡的动画居然也这么的热血，说实话有点小震撼。那就看看第一发10年能出些什么吧。第一发10年就出了个 SSR， 也就是品质最高的角色。瞧瞧我发现了什么，签到28天居然能送顶级人权角色，看来零氪也能获得比较好的体验了。游戏里的关卡也非常的丰富，即使过完主线，当前的关卡也不会荒废，周边还有许多的支线关卡以及隐藏剧情等着你去解锁，可玩性真的算非常高了。
就这样，我不断的过主线，过新手指引，把能拿的奖励全部都拿完，抽卡，抽卡，抽卡。这个保底还是蛮快的，下一发时间又能出金了，看看会出什么吧。这次的抽卡动画居然还发生了变化，无敌的傲慢大爷来帮我消灭了怪物。哇，这是双金吗？哇靠，真的是双金啊！玩隔壁的某2字手游从来没出过双金。因为刚玩这个游戏，我也没有研究太多。总之，先给所有的 SSR 角色装上最好的装备，然后强化一下。现在我的阵容搭配是这样的，虽然也不知道合不合理，但是前期够用就够了，是吧？这个伊丽莎白能让佩奇喷火，看起来好喜感哦。斗士斑能够减少敌人的攻击力，并拥有较强的单体伤害。而团长能够和伊丽莎白发动组合技，直接召唤佩奇的妈妈压瘪敌人，威力果然很大。就这样，前期的每一场战斗我都轻松获胜了。当然，这个游戏的玩法还不止于此，你还拥有自己的酒吧，可以把它当做养成经营类游戏玩。在战斗之前，你还可以借用其他玩家的角色进行战斗。我随便借用一个高等级的角色，战斗速度比之前要快多了。那好吧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体验了半天，这个游戏的福利是真的比较丰厚，零氪玩家也能获得比较好的体验。我也没有干太久，后面或许还有不少的玩法等着我去开启。作为一名因为原作而入坑的玩家，我对这个游戏还是非常满意的。大家也不妨来试试，当个休闲的副游玩玩也是不错的。那好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1分钟，琪琪教你玩好北斗。北斗拥有弹反的机制，简单来说，就是你长按战技时被打，可以使战技伤害得到提升。被打的瞬间释放，可以直接最高伤害。大招可以使普攻和重击打出连锁闪电，对决十分强悍。圣遗物前期可以流放者或战光过多，中后期首选4学院以及以下任意搭配都可以用。如果想要北斗战场输出，圣遗物首选4如雷。北斗大招十分强力，所以主词条选择双爆头、冲猛杀或者攻击杀。悲伤杯副词条双爆、冲猛、百分比攻击都需要。武器选择狼墨输出和辅助兼备。天空大剑属性绝佳，赤脚、蜈蚣也能用。4星持股间伤害最高，这些武器也能应用自如。配对上，北斗主要作为双雷配件入队，协助大队群。命座上，北斗2命提升非常大，其余命座正常提升。总之，北斗缺点优点明显，大家要根据情况培养。要谢谢琪琪吗？1分钟让你的胡桃输出提升20%以上。首先，大家知道胡桃依靠重击输出，黎明的情况下，一轮输出能重击7到9次。如果你能练好爱重跳，稳定9次重击，你就能比大部分的胡桃玩家多打20%的输出。但是胡桃的操作上限仅此而已嘛。胡桃之所以能这么强大，是因为还有进阶的手法雷重跳。具体操作就是普攻2次，在动作出来之前迅速接重击，然后跳跃取消后腰。黎明的极限是8次A重，如果你又能稳定打出8次，相比9A重又能多10%的输出。就算你使用的4星武器，也能依靠手法超越其他玩家的抓我，这就是胡桃带来的无限可能。要谢谢琪琪吗？1分钟，琪琪教你玩好星球。星球为什么是水神？挂水、免伤、抗打断，和水有关的反应大都离不开它。圣遗物前期用流放者，加快大招出能，中后期4绝缘以及以下任意搭配都可以用。如此条选择双爆头、冲猛杀，6命可选择攻击杀。水伤杯圣遗物不够的前中期优先保证冲能，然后再追求伤害。所以副词条冲能、双爆、100%攻击都需要。武器首选精炼3以上的气力剑，其余情况西风剑也是最优选择。追求稳定高伤害力剑最强，前期可以3星废铁一剑过渡。配对上，星球可以说是狼魔了。我好忙哦，放过我吧。命座上，星球黎明就能满足基本的挂水需求了，但是这真的是4星角色的命座吗？总之，星球推荐所有玩家培养。要谢谢琪琪吗？来这里，跳下去，大宝箱，这里，跳下去，琪琪打不过，但是这里有很多宝箱，这里，跟着琪琪走。
是，宝箱，这里阴阳帮七七的珍贵宝箱。往前走，这个如何？芭芭拉冲击，大宝箱，往这边走，冻结吧。有过吧？宝箱，这里嘿咻嘿咻，大宝箱，跟着七七走，大宝箱，这里有光点，跟着七七走，大宝箱，会说谢谢七七，痛苦后如何拯救？为什么？痛苦后，要谢谢七七吗？